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来。刚洗完澡，脸上涂的面膜，我特别喜欢用的还是这个 New Skin 的，我这个还是老版的Creamy Hydrating Mask， 这个特别的好用，而且我已经用了好多年了，我觉得这个很舒服用上去。然后现在把它洗掉。今天呢，主要是想跟大家做一个这个兰蔻新版的时装粉底的测评。其实这个粉底已经买了有几个月了，然后中间我又回国嘛，然后回来之后我就一直还没有用它。你看盒子还没有拆开，看它怎么样。我之前有他们家老版的，我自己还蛮喜欢，非常细腻，非常薄透。但是他们家老版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，就是它的氧化很快。当然这跟每个人的这个皮肤状态是有关，因为我皮肤爱出油嘛。时装是可以的，但是它就会在我的皮肤上就深一个色号，一天下来就能感觉到有点这种红暗红暗的这种问题。质地上、妆感上都是我喜欢的。还有一个 SPF 15，它现在这个好像没有写 SPF 啊。这次买的稍微白一点的色号是115C。那晚上会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空瓶。那我这个雅倩不对，倩碧的2号水用完了，倩碧的3号水，当时做活动是这种大瓶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买成3号水了，可能那个时候有痘痘吧，就为了去痘。它里面是有水杨酸的成分，所以说呢，我觉得还挺适合夏天的，有一定的这种控油的作用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敏感皮，就比如说你前面有用过酸啊或者什么的，用这个可能会有一点点敏感，还剩一点点把它用完嘛。就是 Rock 的这个 VC 的精华，这个还是很好使，它就是简单的一个玻尿酸乳液。你看我去年夏天用了一个夏天，就这种非常薄。非常润。我最近用那个倩碧的3号水，其实是有点敏感了。说我什么功效型的什么都不需要用了，就保湿就好。理肤泉的这个 B5的精华，它是擦脸的，说里面有那个玻色因那一款。很多人问我现在最近用什么擦眼的哈，眼周我就用这个。我晚上最近都没有用眼霜，白天为了让它更保湿，哎呀，让挤那个痘。我自制的这个小唇膏。我上次视频发出来之后，大家都说我的那个新头发、新发型很好看。我这种发质的人，这个是我现在头发吹的半干的状态，大家已经可以看到这个雏形了，就是你吹干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。长头发反正是你只要是吹干就行了，你也不管它到底卷不卷、直不直哈，反正是我觉得长头发好像大家没有需要这么清晰的造型感，但是短头发如果你不造型的话，就是这个样子，这还是没有全干。那你吹半干嘛，你让它自然干啊，那就更疯狂。吹到半干之后呢，再把它给就这么拉直，这么吹啊，就会稍微好一点。我吹出来给大家看看哈。是吧？比刚才这样吹直之后，比刚才好很多。但是，要想到更好的效果，需要用直板夹再拉一下。我用这个，这个我之前有推荐过无数遍了，叫 Got to Be， 这是一个亮发喷雾。把它梳一下，它不会显得很油腻。光吗？亮不亮？是不是？吹直之后觉得发质特别好，发根有点染了，已经开始淡了，就感觉有点秃。今天这个底妆面临的挑战还是蛮大的，因为现在已经11点了。我上完妆之后呢，可能还会拍一个视频，然后我要马上的去做饭。那么下午我会在外面一整天。那要吹完头发哈，你看我觉得这个保湿特别好，是不是有这种水光肌的感觉？因为它里面确实都是玻尿酸哈。就说这个玩意儿，哎呦这个玩意儿真的是又便宜又好用。我的皮肤的状态是大毛孔、油性肌，这么多，挤这么多，足够了。买这个粉呢，有一点点，比我之前买的粉底的色号偏白，我就是担心它会有一定的氧化，手上触感是非常的薄细的。看看，我也没看镜子，我觉得还是很细腻的，还能保留皮肤本身的光泽感。手上还有这么多，额头。我上粉底啊，就真的是非常的薄的。我爱出油出汗嘛，我一敷粉，那指甲壳一抠，哎，那就是一层，一刮就一层。
我觉得拍的还是挺匀的，你记不记得看？不需要用任何的遮瑕，我再用一点点，把有一些的瑕疵或者需要提亮的地方，这完全那个手都可以涂开。你看这个毛孔特大的地方，用手揉啊，它也不会起皮。让我近一点给大家看看。不行，这个颜色，我的这个屋子里面，因为其实是很暗的，但是它就把这个脸衬得特别的亮了。这样子，很轻一层。我在镜子里面看，其实脸上有一些小印子啊、小斑呐、都还是有的，挺漂亮的。这个光泽感，现在已经12:06了，因为又给孩子辅导了一下数学题。那么现在呢，我就要去做饭了。那么从12:06开始算起啊，一般这种粉底，我一般是不太关注里面到底有什么养肤成分，因为咱们也不靠它来护肤、来养颜哈，就是看在我脸上的一个状况，它里面的成分再好、再金贵，在脸上达不到它粉底该有的这种作用的话，那不是白搭，对不对？我们过一会儿再回来。Hello， 我回来了，现在是2:02了，现在已经过了2个小时了。我中间有煮饭。有收拾，有吃饭，脸上已经会有一点点油。我用完这个粉底之后呢，我有擦一个这个散粉，但是还是能看到会有一点点出油。但是整个因为也没有上很浓的妆吧，反正是眼线都还在，腮红有一点点，口红已经没有了，润唇膏黏黏的。就夏天嘛，反正是稍微出一点汗，就觉得有点黏腻感。但是因为这个粉底它可以擦到非常的薄，所以整个妆感看起来还是干净的，不像有那种粉底擦很厚，然后又出油，然后再一炒菜呀，这个油烟呐，然后整个脸就感觉就是你自己会觉得，尤其像我这种毛孔粗大，你就会觉得这个脸干干脏脏的哈，又油又脏的这种状态。这个还好，擦屁股的纸把它劈开一点点。轻微的有一点点，看上这个地方泛黄，就这样子，我觉得还是挺干净的。相比刚上完之后2个小时之后，皮肤会感觉有一点点粗糙感。迪奥的772，也没有补擦粉，补一点口红。那我准备出门了，然后再过个3、4个小时再来打卡。外面跑了一下午，然后我的头都有点疼。今天出门之后，我发现我的脸就是有点特别的晒，就是这种炙热感，就是太阳照在你身上是那种炙热感。我感觉我的脸有点晒伤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在擦这个粉底之前，我竟然忘了擦防晒了，姐妹。现在已经是9点钟了，那上一次是2点钟，这有几个小时，7个小时了。然后，皮肤的状态后面是个镜子，然后皮肤状态我觉得还是挺干净的，就是整个状态挺干净，看见吗？还是有油。我打2点钟之后，你看这个眉毛都蹭没了。我打2点钟之后，我也没有去擦任何的粉。看我的发型，真的如果不拉直，你知道这个发型确实特别难打理啊。我建议啊，如果你和我一样，就是属于这种沙发哈。哎呀，这种头发，你有时间有功夫的话你就剪，没时间没功夫的人真的是不太适合。而且我头发长得特别的快，我觉得好像剪的又差不多有2周了吧，怎么感觉又有点长了？反正没有怎么打理。OK，主要说这个粉底哈，就是看上去之后呢，脸是干净的，它不是。因为它真的是很细腻的粉质，再加上少量很薄薄的一层，感觉不到什么哪一点花了呀或者什么的。我在我脸上没有感觉到，但是，控油吧，我认为它不能算是那种大油田的油，但我皮肤本身是大油田，它不是属于那种可以让你的皮肤就加重出油。你知道有的那种粉底比较闷嘛，会加重出油，它不是，它可以起到有一定量的这种控油的效果。我一般涂眼线，我也不用眼线笔，这个直接是拿那个深色的眼影粉擦了一点。你看现在眼线也都在。就是眉毛这点有刘海，这个地方蹭掉了。这款兰蔻的新款的持妆粉底，这个新款的，我自己觉得吧，就是上妆的感觉和老款的，还是很相似的。就它不是属于你会担心啊哪一点卡纹啦，哪一点这个有点厚啦，推不匀啦，抹不开啦，它不会这样子。它是让我认为就是刚擦上脸的那个感觉，这个粉底算是至少前3位。我认为它就上妆的那个感觉就是特别好，就上去就觉得，
就是一款很好的粉底，它的粉很细，它遮瑕能力是可以叠加的，它比较适合你的皮肤没有干燥起皮的状态，因为它整体会有一点点这种控油的这样功效，毕竟是持妆的嘛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今天没有擦防晒，还是因为这个粉底的原因，我会觉得太阳烤在我脸上的时候，我的脸有点那种崩崩的感觉，就这样绷起来那种感觉哈。不知道是因为它的控油，或者是它的持妆的那种拔干的感觉，还是说是因为我没有擦防晒，然后太阳晒的，然后皮肤出现这种感觉。之后我会再尝试一下，在我视频中跟大家分享。可以说是一个全天候很安心的一个粉底液，在你皮肤上面没有特别明显的氧化，对比它之前那个老款，我认为它在这个抗氧化的功能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跨越式的提高，我没有那种大眼儿看上去明显的暗沉，就是发那种红暗色的那种状态哈，就是被氧化那种状态。就是经常笑的这种地方，它没有任何的这种卡粉的现象，比较适合油皮。然后，但是这个油皮它不要是粗糙的皮肤，如果你皮肤粗糙了，还是要使用一些护肤的这种，比如说酸性的产品，剥落一些角质哈，会用它的感觉会更好。但是我身边也有朋友说用它之后就是卡粉特别严重，起皮卡粉这种状态啊。然后我认为它比较适合一个比较油润的皮肤底层来上这个粉底。如果你的皮肤非常干燥的话，你可以前面用一个玻尿酸的乳液呀，或者是这种玻尿酸的这种妆前打底，就是保湿型的这种妆前打底，再上这个就会顺滑非常的多。因为今天这个没有擦防晒的这样子的一个小问题，我之后有什么新的关于这个兰蔻的粉底的体验呢，都会在之后的视频里面跟大家分享。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，晚安，拜拜。